令人兴奋的全新的一季不丹加尼泊尔。你觉得它落后吗？这里我并不觉得这个地方叫做落后，我觉得这种地方叫做文化特色。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距离我个人来尼泊尔已经有4年左右的历史了啊。这里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这一个地方绝对让你感受到很不一样的感觉，不管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不管你觉得它是不是落后，我相信加德满都这个地方一定可以带给你全新不同的视野震撼，而且它这里的文化特色更让你会觉得目不转睛。在行走的过程当中呢，我看到巴多我们所看到的那一个是尼泊尔的婚礼啊。其实尼泊尔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东西可以看哦，包含了火葬烧尸，还有呢尼泊尔的婚礼啊。穿得美美的尼泊尔人呢，这是一场尼泊尔式的婚礼啊，穿着红色的这种大红色的迎娶的，这整个你看，我都把那两头卡呢吼，哇，这有像30几年前的台湾社会，尼泊尔人的女人地位比较低一点，嫁女儿的人要大方啊，要送大礼给男方家啊，对他们来讲，以前的查某囡仔无代志啦哈。有的女方父亲甚至要替新郎洗脚，然后告诉女儿从此她跟娘家没有任何关联的习俗。尼泊尔人办婚宴的地方呢，会选在大空地搭起华丽的彩色的棚子。尼泊尔的婚礼，你有几次机会，人生有几次机会可以看到异国的婚礼啊？来自四面八方而来的宾客，一起参加了这个尼泊尔的婚礼。每一场婚礼的都要出动很多的年轻男女，捧着这个红布包着的礼物，阵容通常呢是非常的大啊。尼泊尔也有婚礼花童，那拿到毛跨柜哈，也有老妹啊，也有花童啊。那一字排开来啊，就在道路上呢这样浩浩荡荡走过去走过去。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在传统的尼泊尔的婚礼当中呢，有一个叫做少女婚啊，又称为罗汉果的婚礼啊。尼泊尔族的小女孩在她的少女期间呢，从2、3岁到进入到了青春期，必须举办一次的少女婚礼。结婚的对象是一种当地的水果，叫做罗汉。一个女孩只有举办了少女婚礼，才能够拥有真正的婚礼。有没有？果然世界各国的民俗风情是不是就是不一样啊？这也是尼泊尔婚礼当中拥有的独特的风俗。其实尼泊尔是真的蛮穷的，但是呢，很奇妙的是，在尼泊尔虽然穷，但是你沿路上看到的乞丐其实并不多。他们的人民虽然穷，生活条件物资都不是很方便，但是乞丐并不多。这一趟尼泊尔加上不丹之旅，应该是我们筹备了非常久的时间，也是精心的制作了很久哦。所以刚好沿路上看到这个尼泊尔的婚礼呢，顺便介绍这个尼泊尔传统婚礼当中独特的风俗。少女婚哦，从2、3岁进入青春期，嫁给了罗汉。真正的成人婚礼必须经过它，据说它代表着男子的健康长寿跟情感专一。虽然是同科跟一科啊，或者结婚，但婚礼的仪式呢，就如同正式的婚礼一样，非常的隆重。婚礼完成之后，父母要将这个新郎用一块红布包起来啊，这个小女生呢也恢复了她往日的生活，而且爱改还在规矩啊，包。这个是尼泊尔的婚礼跟她的仪式啊。那这样子举办过果实婚礼的女生呢，
都必须再举办一次呢这个同居的仪式啊。这个仪式期间呢，在女孩子的月经初第一次来的时候，要将女孩子送进一个没有光线的屋子，通常是在屋顶阁楼啊，送到阁楼上这间黑色的屋子里面，女孩子要注意上栽缸，一架呢的由这个家中的年长的女性来送哦，不可以让外面的人看见，也不能够让孩子看见。一直到在一缸的时候，女孩子必须在太阳升起以前起床沐浴，然后呢身上涂抹这个油膏，在壁上蒙上她的双眼，带到楼顶的平台上，对着太阳，日出的太阳女孩子的眼罩被解放了当时来敬拜太阳，这是一场晋升的仪式。经过黑屋长焦的净化仪式之后，她就是成熟了，成年了，你就可以接受真正的婚礼。特别吧？有没有很特别啊？这就是尼泊尔。尼泊尔，你可以用很落后的眼光去看它，你也可以去用很世界观的眼光去看它。我非常非常喜欢尼泊尔、不丹等等这些国家，这些国家带来的是另外一种感受。我现在所看到的就是之前在加德满都发生的大地震啊。那现在看到的呢，也是属于尼泊尔的宗教，这一个叫做黑色的拜利佛。那我们现在也来到它的最市中心的地方。那个什么神？他是湿婆神的一个化身，他的名字叫黑白拉佛。然后他是毁灭神的一种，所以他就会毁灭坏事情、坏人、坏东西，然后就保留好的。那因为我们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坏事情、坏东西什么的，那就他就如果拜他，我们的这样的坏东西就会有灭掉，然后我们的生活就会有顺利。这个收在拥有旧皇宫杜尔巴广场全部都合在一起的加德满都，古色古香富有尼泊尔特色的旧建筑。耶里树呢，上述至公元的12世纪，建在16到19世纪为主哦。广场呢，分成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呢，叫做库玛尼庙或者是佛女神庙哦，也就是像刚刚前面看到什么湿婆神啊等等啊这些庙。加德满都的名字呢，由来呢是有一个叫做木屋，其中一个重要的祭司叫做象头神Gash， 其中的一个神庙，而且它的这个宗教色彩呢，跟印度教是很相像的哦，它跟印度教是有融合在一起的，再加上呢，它也有跟吴哥窟一样的宗教色彩啊。那在这附近呢，还可以看得到旧皇宫然后还有很多现在我们所来到的是加德满都的杜尔巴广场。这个广场上面呢，看得到各式各样的宗教，各式各样的宗教。那这也是加德满都最主要观光客来游玩的其中一个特色的景点了。那现在呢，我们就在杜尔巴广场上面看看这个杜尔巴广场主要中间，那旁边呢，也就是它的旧时的旧皇宫。大部分的人信用的东西印度教所以当这个当中呢，所谓古城信奉印度教的，几乎都是以印度教的风格来建筑的。所以这个所在没佛教的寺庙神呢，就是为了这个创造神、保护神。
破坏神。印度教的基础架构，听说他们跟印度教是一样的万物皆是神，他们的神祇多到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神指得到的几乎都是神。那在这边呢，还可以看得到马拉王朝皇宫的这一个所遗留下来的旧皇宫。那这旁边呢，还有很多跟着印度教很多相关性的东西，毗湿奴啦。还有象神啦等等每个广场呢都能够看到他们所有的踪迹。那还有这里也可以看得到黄金门，又称为太阳门。这旧皇宫上面我们可以看得到昔日皇宫昔日国王时期观赏用的55座窗户的宫殿整个杜尔巴广场巴格塔布内广场3个广场这样子一路绕过来再看到这个旧皇宫呢，整体呢完完全全充满了印度教神邸跟尼泊尔当地的民族宗教呢是完全的是合在一起的感觉历史的古城加了很多我还是强调的那句话，你觉得它落后吗？你觉得它很脏乱吗？我觉得它很有文化所以我相信每一个人来这边看的人，每一个来到尼泊尔的人重要的是要看伊的文化，对吧？你看现在这一些呢，都是以前的窗底它已经掉下来了，或者是没有再装修上去的，所以它就放在底下让大家观赏那这附近呢，从我们刚刚看到的巴格瓦提神庙3层的屋顶一路上过来一直到这边整个旧皇宫，整个附近的广场呢，它完全是同一个区块尼泊尔它是一个很有气息的地方。年轻人现在喜欢讲说很有 feel 很有宗教气息的地方。马西，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很乱比较多垃圾的国家就是像印度一样但它有很多的古迹建筑，虽然也不是当地的每一个人都认为古物需要维护的当地的人呢，因为生活比较贫穷嘛但是东西很便宜，可以 shopping 的很过瘾，也可以杀价也是一个商家都跟你讨价还价的一个地方它拥有7-8千公尺的山景，可以看得到圣母峰。这个城市呢，跟印度充满了一样的 feel， 有点混乱，3不时会停电。但是你知道吗？很多人受不了尼泊尔的混乱，但是很多人呢一而再再而三会到尼泊尔去一直不断的去尼泊尔，因为尼泊尔带给人们的是另外一种宗教气息的氛围这个地方虽然乱了，但是呢，它却拥有很不一样的感受。我们看到的这一个哈努曼皇宫呢，其实在2015年4月25号，尼泊尔发生8.1级的地震的时候呢，这个皇宫的很多的部分呢，其实呢有被毁坏到。建在13世纪，大部分的建筑呢建在17世纪。哈努曼多卡宫的规模非常的宏大，有近10座的宫院，每个宫院各自有不同的用处哈努曼多卡皇宫呢，它也是毗湿奴的化身其中之类。在印度的史诗当中呢，是一个罗摩王子的坐骑，拥有无边的法力。在很多的印度教建筑当中，都能够见到这一只神猴树立在门外。
所以咱下多头前的片啊，头前有看了这个神像神像，有这个昂波围开，那个就是神猴哦。这个神猴呢，守护的神庙在哈努曼多卡宫入口处，便看得到一个披着红锦的这个哈努曼打卡。每天清晨都有很多的人就在这个神猴的面前，双手合十的来祈祷的。而这个哈努曼救亡宫也就在杜尔巴广场的旁边啊。这个广场上面呢，充斥着非常非常多的这一种印度教的神祇啊，还有建筑。在15年发生了8.1级的地震，哇，这真的哈，你知道抵不过了哈。人其实有时候认真的想一想，好像很脆弱，会不会觉得哈？无论你几千年的历史无论你用多么好的方式去维护它，就像人一样，不管你吃了多少的补品你赚了多少的钱，人往往好像在刹那间就会失去所有的一切，您觉得吗？所以有时候，与其小心的在过每一天，我认为还不如用心认真的去过每一天。我们来到的是加德满都，是尼泊尔的首都，也是尼泊尔最大的城市。加德满都海拔在1300多米，三面环山，市区就在山当中。加德满都的谷地当中，气候宜人，又被称为了山中天堂。我看到不，这东西地当东时应用好。你知道吗？尼泊尔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它是印度教嘛，对不对？但是你刚才尼泊尔拥有古老的文化遗产，佛教的创始人佛陀释迦牟尼，他就出生在尼泊尔。国家的总体以印度教，另有少数的群体的信仰的藏传佛教、伊斯兰教。那尼泊尔人以这个骁勇善战的库尔克人士兵闻名在世界上在以前的历史上都可以看得到当时尼泊尔的库尔克士兵18世纪中期以后，尼泊尔王国正式建立起来，曾试图入侵中国的西藏，后来呢没有成功，成为清朝的藩属国。在19世纪的英国跟尼泊尔大战当中，尼泊尔割地给了英属的印度，并且跟他结盟。所以尼泊尔带有英国的殖民当时的色彩，因为东西英共殖民了印度嘛，所以呢，它带有一点殖民色彩在一起。尼泊尔原来是印度教君主制的国家，在2006年的国会冻结了国王贾南德拉的权利。08年尼泊尔自议会宪制的正式通过宪法。通过宪法之后呢，废除了君主制，改国号为尼泊尔的联邦民主共和国这也就是现在的尼泊尔成为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这些摩托车呢，都在排什么呢？排加油呢？加油，加油，加油！要加油哇！要排通常排几个小时啊？不是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种安排。加德满都这个城市，这个城镇，在亚洲的古国之一。古代的尼泊尔境内有很多的国家，在6世纪之前，尼泊尔呢就已经在加德满都这一个河谷地带呢定居了。在12世纪前印度的
加奈克国王的兄弟库夏的瓦兹来到尼泊尔，并且变成了尼泊尔的国王。所以先后建立了哥帕尔、阿希尔、吉拉底等王朝，一直到西元500多年的时候，释迦牟尼出生于今天的尼泊尔的这个境内啊。释迦牟尼的教导称为叫做佛教，所以这所以奇妙哦。咱今嘛所信的佛教根本就不是来自于中国。而在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叫藏民语系的尼瓦尔人，被认为是加德满都古地的原住民，所以他们并不全部都是东方的蒙古人种，还有许多是雅利安人呢。17世纪的尼瓦尔人的黄金时代，马拉王朝统治下的尼泊尔是西藏还有北印度平原之间极为重要的一个贸易枢纽。当时的加德满都、帕坦还有巴克布什各自为政。所以啊，今时今日你来到了加德满都，你当然可以看得到很多不同的民族特色，尤其是我们这一次啊，更是特别的把尼泊尔跟不丹呢合并了在一起啊。那说到了尼泊尔，其实还不得不提到尼泊尔的土地面积呢，世界上第93大啊，它有14万平方公里。世界上上悬的10粒山当中，有8粒山在尼泊尔内底，包括世界上上悬的圣母峰，我们叫做圣母峰呢，也可以很多人把它叫做喜马拉雅山珠穆马峰国。尼泊尔拥有古老的文化遗产、佛教的创始人等等，还有包含世界上10座山峰当中的8座最高的山都在这个地方。主要的团体信奉的就是印度教，那也被英国这个统领过，这也就是它很奇妙的历史文化。本身家己这个所在地理环境的真济民族，真济有特色的民族踮这个所在，包括印度啦，包括也地缘啦等等，创造出了尼泊尔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宗教色彩、文化色彩。更是重要的是呢，第2次大战后，英国在尼泊尔的特权因尼泊尔人斗争而丧失掉，在2战之前，其实又管理着尼泊尔这也是尼泊尔。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非常非常强烈宗教信仰的国家，迷信以宗教为它最主要的，像是我们常讲的政教合一，政治跟宗教是绑在一起的国家它的经济还有生活条件好像都不是很好因为变成了它并不是以常理来去判断一件事情，而是以宗教来去判断一件事情所以这有时候就很难令人难以理解尤其是宗教的很多的宗教的教条法规，它是层层叠叠的，经过先人们、古老们很多不可改变的因素，再加上后现代人民的想法，把它堆叠上去的所以政教合一的国家，通常我觉得情况都不是特别的好而近年来最大的重点，也就在2015年的尼泊尔大地震，这个是81年来最严重、最惨重的地震在整个加德满都的古迹皇宫几乎全部毁掉
毁掉了大部分的地方。所以你看看，现在我们在市区里面可以看得到非常多，这种架构起来都是当时的，这整个尼泊尔的大地震影响到的哦。所以现在里面呢，还有很多的重建的工程或者是维护的工程正在兴建着，而这也证明了一件事情：什么代志你知道吗？越先进的国家，他们在维护古迹呢，可以倾全国之力去维护这个古迹。但是越贫穷的国家，这就是人神交战啊！为什么要顾饱肚子，还是顾饱你的宗教，还是顾饱你的古迹？很怪，在这些国家当中哦，顾到宗教很重要，顾到肚子更重要，顾到古迹反而是排在这2个之后。但是在先进的国家，古迹的保护超过一切，您说是吗？这也就是它最具特别的地方哦。尼泊尔人混合着、川流着各式各样肤色、各国语言的人，就在加德满。在这里，你不用担心穿着怪异、嬉皮人士的风格。这里呢，几乎是世界的大熔炉哦。所以呢，日本近来对有别于欧洲城市努力的扮演的景色跟严肃相比，这里呢，整个氛围是非常的 relax 啊，很放松。也许你会抱怨这里的环境不是很好，也许会抱怨这里的食物呢非常的不好吃。可是呢，这里的幸福指数仅次于不丹。我说了，这里人虽然贫穷，但是乞丐却不多。有时候旅行的快乐是因为一无所知，懵懵懂懂的第一次走在自己第一次来到的国家当中，靠的是这一些犹如一家人般的好朋友们在国外旅游的。所以呢，有时候在国外少了一点担忧，多了一点快乐。在加德满都旅行呢，几乎触眼所及，
你所看到的东西属于景点。所以来到加德满都，你有这个时间，你也在当地人相共，坐伫路边喝一杯拉茶但是我不太敢建议目肚不好的人胃肠不好的人一喝拉茶就拉了也可以看这里的人群。尼泊尔历代的王朝在这边新建了大批的庙宇、佛塔、神瓮，还有殿堂，日久形成了寺庙多过于住宅、佛像多过于居民的奇特景象呢。那在这里的各条小巷当中呢，虽然看起来好像治安非常不好，当然也不是特别的好啦但是呢，几乎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景色，还有包含了尼泊尔的食物，不管是路边的还是饭店的。尼泊尔的食物呢，不是美味的，但是呢，是拥有特色风味的这就是尼泊尔的食物。尤其是在高地跑到比较上面的，你看这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区、每一条道路都充满了强烈加德满都的风格、尼泊尔的风格。它不是美丽的，但是却是安详的；它不是漂亮的，但是却给予人震撼的感受。民俗风格非常的强烈，还有当地的一些节日。现在我们又来到另外一个景点，是加德满都的黄金庙。黄金庙其实也就在杜巴广场的旁边。杜巴广场其实不太大逛上一圈10来分钟逛完。但是你要真正的每一个古迹给它看完的时候，那就不是10来分钟可以搞定的一件事情啦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哈里桑卡寺琳琅满目的神庙。这当中呢，还可以看得到印度教当中的神猴、象神等等，编织出整个天神的广场，感受非常非常的不同那这当中呢，最有名气的当然还有一个叫做黄金庙，历史呢追溯到12世纪，就是我们现在所来到的这个黄金庙。这个一踏入黄金庙呢，霎时变得很安静。寺院当中呢，有古朴精致雕塑的雕刻，成排的转经轮环绕着。不管你是不是会教导，都会感受到一种这个庄严的气氛。虽然黄金庙真正用到黄金的部分无介多，但是3层的金属的柱顶的主建筑，当日头照来了，金光闪闪。在上面呢，还有一个金翅鸟切罗的雕像就在震撼在当中这也就是黄金庙令人震的地方。看到转经轮这个独特的尼泊尔宗教，独特的非常非常著名。在巴坦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有，而帕坦也是在加德满都最主要的一个旅游的重要景区，其中一个重要景区之一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帕坦的黄金庙，又称克瓦寺，是帕坦非常知名的景点，现在12世纪就开始了。那这个地方呢，也算是在尼泊尔非常古老的一座寺庙，以金属雕刻闻名的。在这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很多藏式的，很多尼泊尔式的、印度教式的见怪不怪了有一种尼泊尔人什么都雕刻得出来的感觉进入了这个寺庙不要小看这个寺庙，还是要收费的那在这里面呢，会要求呢不能穿着鞋子进入黄金庙所有皮制品都是禁止的不只是鞋子而已，皮制品也是禁止的。黄金庙是在3层柱顶的建筑，这里有很多精致雕刻的铜制品，还有包金的构带啦，非常的华丽那在这里面呢，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黄金庙。虽然我一直讲呢，这个地方你注意看，有佛像，有藏族，有藏传佛教等等呢，带有一点点你一般来讲你在佛教里面看不到的东西，但是又在佛教看得到的东西，这一些呢就够惊人了就够惊人了你了解不颠覆你对佛教的看法，颠覆你对藏传佛教的看法，就是我常讲的宗教在地化这里面有一大堆的烛台各式各样，看起来井然有序，看起来呢又非常的混乱。这也就是我常讲的尼泊尔 style黄金庙还有另外一个叫四眼天神庙
尼泊尔大自然共存的美丽国度，宗教气氛浓厚的千年之国，这个帕坦古都3大名庙之一的金庙啊，绝对值得你一览。看一下黄金庙，让你了解一下什么是黄金庙。而这一个黄金庙里面的雕刻，更是让你震撼的。我头前讲的，是佛教吗？这佛教这个佛这个神我都有看过，但是下较可爱这种我哪有看过。所以我讲哦，世界真大哦，真正世界真大。你若三不五时呢，到台湾呢，你只看到的那是很狭隘的一个眼光哦。真的，你走到世界上，你会发现呢，世界上的神、宗教来由，它的历史、它的传承非常非常的多，它超乎你想象当中。这也就是旅游世界当中要带给你不同震撼的全新的体验感受哦。我常讲，旅游是开阔你的人生跟你的视野哈。让你看到不一样的感觉。它还有一些庙，你看用人啊关起来，有无？用人啊关起来，这台湾有一寡庙好像也有这个情况哦。所以我就说，它这里呢，一下子一时之间很难讲得完。尤其是这个黄金庙还藏在街头巷尾的人，你那无人带你根本就无注意，会使看的真内底的这个黄金庙哈，这个佛教风格的庙哈，你很难看得到的。门口却是非常吸引眼球的哈，一雄一雌的雕像，很难想象整个佛教寺庙是用成这个样子的啊。那除去这一些你可以看得到这些神秘的铜制雕刻、木质雕刻。都在里面。没有地震之前拍的，那地震之后呢是这个样子。